观念的表达其实是当代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在夹缝中行走这个展览，透过夹缝跟行走去谈当代人面对的这个生存的状态。这次这个展览它也是由馆内资深的策展人来策划，涵盖了这么多组的艺术家，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国际展览的规模，也回应了我们如何去跟国际对话跟连结的一种能量。这次很特别，就是策展人还邀请了一位学者李丽君来作为整个展览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展场里面除了有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学术研究的呈现。这个展览其实应该是讲说，疫情已经延续2年了，当代艺术在全球的意识形态开始起一种化学的作用。那这些呈现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艺术到底还有没有效？那我们现在到底需要什么？疫情之后，我花很大量的时间走路，然后走路这个题目有一天就打到我，就说走路为什么不行呢？然后就从那一个点开始，就是这个展览开始发展。我想从这整个复杂的艺术潮流里面，另外起一个非常简单、基本、有效、直接跟生活直接相关，而且还要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呈现到一个程度。夹缝是后来生出来的，因为俄乌战争给的影响，就很直接的 impact。行走是一个一直在靠近跟离开，一直在位移的一个过程。夹缝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裂缝？是不是也是一种制造出了左边跟右边的一种关系，制造出了一种空间？然后我们就是从比较超越它的方式去轻盈的方式去碰到它，可是又不会腻在那上面或者固着在上面，然后让联想可以持续的飞扬下去。所以它不是一个议题性的展览，然后它也不是一个要说教式的展览，对，就是它不是，它的说明性的东西非常少。它比较是在打开一个概念，然后打开了以后，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或是那些空间，会开启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联想、跟想象、跟思考。其实就是一个路径，一个延展，然后那个留下的延展就会自行的漫伸出去。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对这个展览来说很重要的关于行走、关于线条、关于离开既有的想法，离开过去，离开自己的一种邀请，这样子。它重要的或许比较不是去问说，好，那这件作品是什么意义，而是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都拢在一起。这个展览替他们编织出了怎么样子的叙述，跟编织出了怎么样子，很发散性的、很联想性的脉络。我长期对所谓转型期的艺术创作或艺术家是有兴趣的，就很像这个展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它是非典型的，跟这个也有关系。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巧合，一个是我看到陈昭宏，他70年代刚到纽约时期的第一批，几乎就是刚开始时候的作品，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我的出发点，而且它就是一个转型期的创作。另外一个是还没有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展出走钢索的作品。走钢索这件事情是中立的，就是每个人在思考走钢索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它被解读的方法、被阅读的方法也会不一样。第三个，对我个人来讲，步行这个展览其实是跟这个场地以及观众的行为具有比较大的关系。
譬如说在这个展场里面，白双全因为在地上，那你后来展场观察观众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是会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看作品的行为。对，这是阅读了。你可以看这3个作品是正好是3个完全不同的媒介，这是我最早设定的。我有想要制造用行走来带动的移动的意象，不管是在心理上、视觉上、头脑里面，以及真正的物理性的空间的移动，所以才会有古之旅。那古之旅对这个展览也很重要。对，我觉得它也会呼应整个展览的对，它也会意象，呼应，因为它是一个一直在行进中的，一直在发展的，然后所以它会是一个会生长的东西。我们今天从艺术家看到，在夹缝中间的国小，我们就选了第一站在那个国小。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件事情，请各位小朋友，等一下呢，找到你自己想看的书，然后呢，去书里面找到刚刚我们艺术家白双全所想的那个，在夹缝中那个东西不见了。有哪些书你打开来看，好像有一些东西不见了。对我来讲，不管是倪浩或者是刘瑜，都表示是在面向未来的年轻世代艺术家的潜力。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不是用单纯的媒介，都跟人有关。倪浩那一件其实也是他约略像他10年前转型期的作品，就是他正在建立他自己那个关键点的作品。我喜欢那一件的一种绕来绕去，讲不清楚，讲过5遍，但是好像又徒劳。刘瑜是真的转型期，是他的新作。人成为艺术家的媒介的一部分，而人又是观众自己，就是在同一个状态底下，他有很多层的角色，这是他的尝试。你知道现在是疫情时代，你要做人跟人之间的作品，这个是要被思考的，它其实是有难度的。通常我的习惯是我希望那个主题跟那个作品之间要有点缝隙，但是石敬华其实我觉得他跟这个展览的命题有一点太贴了。我要怎么展出在这个展览里面？如果你要讲典藏，真的就是石敬华那件，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重要的作业，我必须要很好的去处理它。而且既然展出的时候，它跟这个展览就是必须要有一种一搭一唱的关系，这是我的挑战。就是所以我才会说，展览其实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小实验。那如果这个展览有丽君老师做一个展览研究，那这也是一个实验的一部分。它其实是一个跟着这个展览在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说，那个研究还蛮实验性的地方是在于，它并不是一个说明性的文字，然后它其实也是要邀请大家可以去联想出去，回扣到整个展览的主题上面。你要怎么样在这些图像和图像的空隙之间寻找到它们的关系，然后进而去发展出一个路径，制造出一个脉络。然后我觉得稍微说一下最后的那一个裂缝的东西。我觉得裂缝当然很扣合夹缝中的意象，或是说我们在看到那一个修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那其实感觉好像会痛。那痛跟修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边就会有很多隐喻的意象，或是大家可以继续联想下去的东西。那个指的是你对修护的概念跟意识形态。那我可以感觉所有这些借展单位，他们都很诚意
然后他们都对为什么要展出以及为什么需要怎样，他们问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就跟观众一样，我觉得它很珍贵。对于馆际，对于他对他的藏品的认识，馆际的交流是透过一个认真的思考，我的作品在你展览里面的位置，以及你想要做什么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对话的那个跟延展的关系。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一个菊瓷的盘子放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地方，透过这个展出作品的那个连结，它的脉络关系，它会被打开。对我来讲，展览的期许其实是这样的。